新人下轿。南芝，等等。齐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灵儿表妹已经有了我的骨肉，我不希望我的长子是个庶出，所以今天让他一起跟你进门。一起进门？那我算什么？她做平妻，往后你们不分大小，以姐妹相称。南芝，灵儿是个命苦的人，你大度些。大度？这凤冠霞帔是娶正妻的礼仪，你让我跟她一起进门？慢着！当初上门求亲，你宁安侯府可是白纸黑字说好的，45子方可纳妾。如今婚都没结，你就带个大肚子的表妹回来，这算什么？沈南芝，注意你的身份，灵儿是平妻，不是妾。我宁安侯府不算言而无信。平妻？既然你先出尔反尔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，把所有嫁妆给我抬回沈家，我不嫁了。沈南芝，你发什么疯？人都到了侯府门口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为何非得嫁你？趁新夫入门抬表妹进门做平妻，你是打量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路可退，必须硬着头皮嫁进侯府受委屈吗？齐胜，你打错主意了。你侯府那等着救命的50万两陪嫁银子，一分也别想拿。沈家就是这么教导你的，竟敢对夫君出言不逊！你的三从素德、女则女训都读到哪里去了？既然你能言而无信，我为何不能出尔反尔？世子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还有脸问我的德行？君子言而无信，你求亲时怎么说的？现在却当着新娘的面干这种勾当！表哥，姐姐，都是灵儿的错，只求姐姐能容下灵儿。灵儿只要一个安身之地，绝不与姐姐争宠。灵儿都这般低声下气了，还不够给你面子吗？你非要在众人面前给她难堪，非要显摆你这世子夫人的威风才够吗？怎么回事？吉时都要到了，怎么还不进府？哎呦，可不能累着我的乖孙！快，赶紧扶夫人进门。齐世子，既然你已经有夫人了，也无需再与我纠缠。这婚事就此取消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沈南芝，当初我是看你乖巧才上门去求娶，可你怎么能连夫君与别的女子开枝散叶都受不了？如此妒妇，放在别家可是要一纸休书休出去的，你还想拿瞧？夫人，说话请自重，我们家小姐还没进你们齐家的大门呢，何谈什么休书不休书？沈南芝，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大婚之日就闹着要回娘家，沈家难道还会要你？日后谁敢娶你？到时候你来宁安侯府做妾，只怕都难了。就算你3跪9叩求我，也休想我再点头。你听见了吗？他以为沈家会去求他，哼，只怕等侯爷回来，知道这门亲事折在了世子手里，得亲手打断他的腿。请各位替我做个见证。宁安侯世子齐胜失信在前，大婚之日6礼未成，便逼着我答应他的表妹入府为平妻，甚至还未婚先孕，珠胎暗结。临出门娶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宋晴儿不是来投奔沈家的远房亲戚吗？竟然大了肚子！齐世子既然早与表妹两心相悦，我沈南之便成人之美，这门亲事我退了。我沈家从此与宁安侯府再无半分瓜葛。南芝，你敢！还嫁妆回沈家。是。快拦住他，绝不能让他把东西抬走。大不了先哄他做正事，灵儿做妾，等他进了门，还不是任我们摆布？快拦下！拦住他，一个箱子也不许走！我看谁敢动！齐胜，你失信在前，现在还要强抢民女，天子脚下，你就不怕吃罪吗？沈南芝，你个商女出身，满身铜祭气，难不成你以为陪嫁多就能拿捏夫家？表哥，姐姐何必动怒？表哥为什么要娶我？姐姐难道不知道吗？若不会是姐姐身子有所不能生养，表哥也不会为了你的名声一直瞒着。难不成你想让侯府绝宿吗？
是啊，怪不得侯府要抬平妻了，原来沈家小姐是个不能生的使女啊！哎呦，占着位置生不出儿子，这在侯府可是断人香火的大罪，这要是在我们家，早就被休了。我不孕，齐生，你竟是这样告诉他们的？世子爷，2年前您在沈家庄外的江里落水溺命，是谁不顾寒冬的腊月，跳进冰窟窿里把您捞上来的？是我。那年江水刺骨，我在床上整整躺了2个月才捡回一条命。大夫说我因受寒而生养艰难，可从未说过我沈南之绝后。你就是用这种谎言在背后重伤你的救命根人，哪怕是生养艰难，我侯府也没有嫌弃你。你能进门就该感恩戴德了。我明白了，宁安侯府因此注意上了我，又知晓我是沈家嫡女，更是以报救命之恩为由上门求亲。一是得了报恩的美名，二是沈家乃国朝首富，正好我的嫁妆可解宁安侯府的危机。南芝，我真不是有意透露给灵儿的，我只是跟她说，让她多生几个孩子，到时候也可过继给你一个，养在你的膝下。我娶她进门，可全是为了你好啊！如若你愿意，灵儿也说了，她愿意将生下的长子记到你的名下，认你做嫡母，这难道还不好吗？你们宁安侯府真是好手段，早知你是这样的负心人，当年我就该让你淹死在江里，绝不会跳下去救你。你真是让我恶心至极！南芝，你别胡闹！起轿，回家。这不是刚出嫁的新娘子吗？怎么把嫁妆都抬回来了？天哪！大婚之日夫家退回，这沈家小姐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南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娘亲，你要给女儿做主啊！宁安侯府欺人太甚。好一个宁安侯府！既然如此，这门亲事便就此作罢。我沈家绝不受这份窝囊气。各位，今日大家都在此做个见证，日后宁安侯世子齐胜的事与我们沈家再无干系，各位也不必再看在我的面子上与他行任何方便。小婿齐森心境高升，往后朝堂立足，还需大人多多提携照拂，沈家上下感激不尽。沈翁通透仗义，侯府公子得岳家如此倾力扶持，前程必然坦荡，本官自会周全妥当。姑爷身为侯府嫡子，身份本就尊贵，老爷为帮姑爷稳固朝堂根基，精进仕途，耗尽沈家大半积蓄，四处打点疏通，只为替姑爷铺好前路。听闻沈家新到一批云之锦，专攻世家府邸，拿出来我们瞧瞧。寻常料子可入不得我们侯府的眼。我家公子便是沈家姑爷，自家姻亲商铺取几匹料子，何须计较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还不快去！是夫人。料子尚可，先取回去用着。齐家日薄西山，子孙拒不争得气，落魄是早晚的事。我们沈家既然能将他们扶上云端，也能让他们落到泥里去。传令下去，即刻查收所有欠账，违约者报官严办。你们可听说了？昨日宁安侯府大婚闹出惊天丑闻。昨日侯府十里红妆大婚盛典，能出什么差事？赶紧说说。还能是什么岔子？齐世子大婚当日，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百般为难新娘子，也就是沈家小姐，最后更是直接抬手，当众狠狠扇了沈千金一巴掌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我家亲戚在侯府当差，他亲眼所见，齐世子早就和他表妹私相授受，如今他那表妹早已珠胎暗几，简直荒唐至极！一边风风光光迎娶沈家嫡女做正妻，一边暗中让表妹怀上身孕，这齐世子摆明了是当众践踏沈家颜面。哎，可不是，可怜沈大小姐，堂堂皇上贵女，满心欢喜出嫁，结果大婚当日受尽折辱，一夜之间成了全城笑柄。
这才一夜功夫，全城都传遍了，外头人人都在嚼舌根，说小姐大婚被打，惨遭弃婚，各种难听的话都有。小姐端庄温婉，品性极佳，家世更是数一数二的皇商世家，何曾受过这种委屈？齐世子这般薄情寡义，当众羞辱小姐，实在欺人太甚。小姐，如今外头流言四尺，侯府那般欺辱您，您为何半点不急不恼？难道您就一点都不担心齐世子真的彻底悔婚，此事难以收场吗？我从未慌过。早在定下婚约之初，我便知晓宁安侯府门第高傲，人心势利，绝非良配。为防日后嫁入侯府被人拿捏，肆意搓磨，我早已未雨绸缪。小姐的意思是，您早有准备？小姐，侯府那边传来最新消息，昨日您离府之后，侯府上下所作所为，尽数打探清楚了。如实说来，一字不落。是，昨日您愤然离开侯府大婚现场后，齐世子丝毫没有愧疚之心，当即做主，直接与身怀身孕的宋灵儿补办了拜堂仪式，算是默认了宋灵儿的身份。简直欺人太甚！前脚羞辱完小姐，后脚就迎娶外室，齐家上下简直毫无底线。侯夫人是什么态度？整场仪式，侯夫人全程默许，非但没有制止，反倒当众出言贬低小姐。哼，不过是个商户之女，仗着几分嫁妆就敢在侯府撒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简直欺人太甚！颠倒黑白，肆意羞辱，齐家毫无半分风骨。果然如此，他们从来都不是一时糊涂，是从心底里轻视我沈家，轻视我这个人。继续说，他们后续还有什么说辞，什么打算？是，拜堂过后，侯夫人更是当众放话，直言小姐出身低微，不配做侯府正妻。商女入高门，生来只配为妾。我看她沈家还敢不敢恃才傲物？等侯爷回京，我便亲自上门问罪，逼沈家翻倍补交嫁妆，不依就永远不许她踏入侯府大门。能赐您一个平妻名分，已是侯府天大的恩赐。不止如此，宋灵儿还在旁柔声附和，劝解齐世子冷着您，磨您的性子。夫君，姐姐不能生养，名声尽毁。放眼京城，唯有您肯接纳她，冷她几日，她自然会认清本分，乖乖顺从您。你说的对，是他骄纵恃宠，确实该好好打磨心性。羞辱小姐轻贱沈家还不够，竟然还要上门问罪，勒索翻倍嫁妆，侯府母子的贪心简直无可废药。他们自以为高高在上，视我沈家为随意拿捏的软石子，贪我财富，侵我出身，肆意折辱。既如此，我便好好看看，最后究竟是谁高攀不起，谁又配不上谁。夫人，今日一早，各府送来的喝茶、赏花、拜帖便络绎不绝，整整堆满了一桌，其中不乏京中宗室权贵、世家主母。旁人都以为昨日大婚仪式，我沈家颜面尽失，处境难堪，殊不知聪明人心里都揣着明白。还是夫人看得通透。咱们沈家世代皇商，家底丰厚，根基稳固，又有贵妃娘娘坐镇宫中，这般底气，岂是寻常世家可比？是啊，若不是南枝早早与齐生定下婚约，锁住了这门亲事，想来我沈家大门早就被各路提亲的权贵踏破了。奴婢这下算是明白了，世人皆是趋利避害，谁都清楚咱们沈家的底气，根本不会因侯府一场闹剧就轻看了小姐。小姐，外头局势早已不一样了。满京城的权贵夫人都争着来与夫人交好，谁也没有真的看浅咱们沈家。世人向来务实，说到底不过是贪图沈家的财力根基。这世间人情往来，多半逃不过一个利字。谁不喜欢实打实的富贵安稳？只是这些趋炎附势的交好，从来算不得真心。真正的棋局，从来不在这些往来应酬之中。父亲，您这是蠢货！我远在关外还要替你操心，我好不容易为宁安侯府筹谋到这门婚事，眼看着新娘子都要进门了，你居然给我搞砸了！不过是个商女，商女，你懂什么？你马上带着礼物去赔罪也好，哄也好，立刻把她给我娶进门来！侯爷，你为什么打圣儿？那个沈南枝不尊长辈，不从夫君，在大门口就敢当众撕婚书，毫无贤淑的样子。这样的人进来做妾都是抬举了他。闭嘴！慈母多败儿。你以为沈家是任你拿捏的软石子？皇商，你也不看看这背后的事。沈家的姑奶奶可是圣上新晋的贵妃，那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。现在朝中多少人等着要拉拢沈家，只要圣儿娶了她，他日平步青云，指日可待。可是她到底是商女，怎么能娶做正室？你不要再给我提商女二字，她可是你儿子的救命恩人，让救命恩人做妾，侯府的脸还要不要？等将她娶进门，钱财拿到手，平了侯府这些年的亏空，再让宫中那位娘娘吹吹耳边风，何愁你的前途？你们的脑子都装了什么？
一桩美事就这样被你们搞砸了。你们母子马上去给我赔礼道歉，把人求回来。可是父亲，灵儿她，我已经拜过堂了。那个宋灵儿，她有做平妻的资格吗？你要知道，婚书上可写着沈家女为正室。你们在大婚之日闹出这种事儿，得罪了宫中贵人，你们是嫌齐家死得不够快吗？那灵儿怎么办？去沈家的时候，把宋灵儿带上，告诉沈家，这灵儿不过是个没名分的妾室，让沈家安心。是，妾身这就去备厚礼，带圣儿和灵儿往沈家去。南芝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来给你赔罪了。南芝啊，那日圣儿是喝醉了才做了那种糊涂事，你千万别怪他。他酒醒了，知道错了，受了刺激大病一场，昨日才刚见好，就急着来向你赔罪了。你看，这些礼物都是圣儿亲自为你挑选的。他说了，一定要再择吉日，八抬大轿娶你过门为正妻。南芝，你放心，那宋心儿已经被贬为妾了，她这辈子也绝不会越过你去。姐姐，妹妹以后必定以你为尊，绝不敢再僭越。我沈家嫡女是你们想娶就娶，想不要就不要的。来人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给我扔出去，把世子和侯夫人也请出去。我们沈家高攀不起你们侯府。我以为我女儿择了良婿，齐世子，你另娶他人吧。沈老爷，我们可是低声下气来道歉的，你们也该见好就收。除了宁安侯府，谁还敢要你女儿？一个商户女又不能生养，嫁入高门只配当妾。我们给她正式的名分，那是看在娘娘的面子上。如今我们可是把怀着侯府长孙的灵儿都降为妾室了，你们还要怎样？娘亲，你今日怎么不陪猪猪？他叫你什么？娘亲。龌龊！你居然敢背着我偷人，连孽种都这么大了！好你个沈南芝，瞒着我们侯府生孩子，竟然都长这么大了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不守妇道的人是要进猪笼的？如今你想嫁进侯府，哼，没有100万两陪嫁，你休想进我们侯府的大门。圣儿，委屈你了，像她这种败坏门风的女人，进了侯府做个通房也罢了，连侧室的名分都不能给。你们血口喷人！我们血口喷人，这孩子都抱腿叫娘了，证据确凿。你们沈家这是诈贱，未成婚便背着我们圣儿偷人，连孩子都生了。来人，把沈南芝一起抓起来，给我进猪笼！娘亲，珍珠害怕。珍珠乖，别怕，有娘亲在。谁要将王的女儿进猪笼？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男人？沈南芝，这就是你藏在外面的奸夫？哼，真是好大一出瞒天过海。珍珠天微亮就行了，闹着非要吃百味楼的桂花糕，本王特意绕路买来，尚且温热。王爷，我一直心生疑惑，这孩子为何次次都执意唤我娘亲？本王也一直觉得蹊跷，想来是珍珠生母生前最善制糕点，周身常年萦绕清甜糕香。那日珍珠在街头点心铺走失，恰逢被你救下。你日日打理点心铺子，身上带着同款温润甜香，懵懂孩童分不清缘由，只认气息，便下意识将你当成了亲近的娘亲。可真是会说辞，什么气息相似，孩童认错人，这般理由也太过牵强。依我看，分明是姐姐与这位公子早有私情，暗通快娶，连孩子都提前教好了说辞，专门来糊弄众人。尔等何人，敢私闯沈府，当众喧哗闹事，肆意惊扰良善？好你个沈南芝，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，原来这就是你藏在外头的野男人！这孩子就是你们私通狗教生下的！府中侍卫何在？速速将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拿下！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把这不知廉耻的女人拖去陈堂。我齐家世代清誉，可丢不起这种天大的脸面！放肆！还愣着做什么？动手！沈南芝，我本姑念往日情分，念你一介女子不义，
还想给你留几分体面，勉为其难容你入府为世子夫人。没想到你竟是这般不知廉耻。若不是今日登门撞破，我怕是要被你蒙在鼓里一辈子。各位街坊邻里都来看一看啊！沈家养出这般不知羞耻的女儿，婚约尚未解除，便背着未婚夫在外与人苟合，甚至连私生女都有了。就这般伤风败俗、寡廉鲜耻的德行，也妄想嫁入我们名门宁安侯府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姐姐，你与世子婚约尚在，怎可做出这般背叛夫君、背逆礼法的事？你这般行事，不仅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，更是折辱侯府颜面，让世子沦为全城笑柄。往后你在京城世家之中，又该如何自处啊？当真如此吗？沈大小姐素来知书达理、温婉端庄，看着实在不像是这般轻狂行事之人。是啊，说不定是场误会呢。那小女娃年纪尚幼，许是儿童随口乱叫吧。不好说啊，侯府都闹到这般地步，动静闹得这么大，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。娘亲，猪猪害怕。猪猪不怕，娘亲在呢，不哭。听到没？大家都听到没？那个孩子亲口叫他娘亲，铁证如山，再也赖不掉了。这下证据确凿了，这种不知廉耻、背着婚约生野种的人，大家说是不是该禁？这都叫娘了，看来是真的。往日看着端庄得体，没想到沈家大小姐竟然是这种人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长这么大，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说要将本王进猪笼的，新鲜，倒真新鲜。王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说笑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都围在沈家门口？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沈南之和这个男人胆大妄为，做出苟且之事。来人，把他们通通绑了，连同这个孽种一并押去大街上游街示众。还不快跪下请罪！这是英王殿下，你们想让齐家满门抄斩吗？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殿下饶命啊！宁安侯府好大的威风，本王今日可算是见识到了。侯爷也该好好教导一下自己的夫人和儿子，免得日后闯下大祸，不好收场啊。知错了，臣回府一定好好教训这几个孽蛋，谢殿下不杀之恩。宁安侯，今日你们在沈府这般闹腾，可是大大惊扰了沈小姐。你们坏了本王的心情是小，若是坏了沈小姐的名声，本王怕你们全府上下都吃罪不起。你们说该怎么赔罪？臣妇知道了，马上叫人备上重礼送到沈府负情请罪，绝不敢再有半句妄言。南之啊，方才都是伯母不好，我这是求娶心切，一着急才说错了话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回。夫人这句求娶心切可担待不起。我与世子的婚约在那日侯府门前便已当中取消，如今沈家与齐家早已再无半点瓜葛。夫人和世子还是请回吧。瞧这宁安侯府，真是踢到铁板了。这回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，走得比兔子还快。沈小姐，这是我家侯爷和夫人特意叮嘱送来的押金礼，求小姐务必收下。小姐，这宁安侯府这次倒是舍得下血本，光这些东西折算下来，少说也值个几千两银子。收下吧，人家送上门的罪责，不收倒显得我们沈家小气。那这些东西送入库房？不必了，吩咐下去，找人把这些东西全部变卖。从明日起，在府处设摊施粥5天，救济一些穷苦之人。小姐这主意好，借他们的花献佛，全了沈家的名声。多谢沈大小姐。我们从隔壁州镇逃荒过来，一路上饿死了不少亲人，全靠神父救命啊！是啊，这京城里那些高门显贵都嫌咱们脏，关进大门，只有沈大小姐是菩萨降世，心肠美，人更美。沈大小姐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咱们大家伙这辈子都记着神父的恩情。乔乔，沈姑娘此举当真大义。走，咱们回府也让爹爹摆上粥棚，一同施粥救济灾民。小姐，因为咱们带头施粥，如今城中好些夫人和贵女也跟着在府外摆了粥棚，这一下可算解决了许多灾民的困苦啊！如此甚好，集众人的灾民总算都有个饱腹之处了。好，不愧是沈家女，爱妃，
你这侄女真是不错，好教养啊。臣妾的侄女自然是极好的，只可惜啊，碰上了齐家那样的无赖。前几日嫂嫂入宫，还搂着臣妾哭诉，一直忧心难支的婚事呢。要不是咱们燕儿如今才年方12，臣妾真恨不得做主将我这侄女娶进皇家门来。如此，哥哥嫂嫂也不用怕别人欺负她了。朕自然知晓你的意思，你呀，就只有这一个侄女，自然担心她商女的身份讨不到好的婚事。放心，朕这便下旨。传朕旨意，沈家千金沈南枝仁心仁术，救济灾民有功，赐玉如意一柄，宝中头面一副，珍珠一货，封为名仪县主，以示嘉奖。这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氏南枝心怀悲悯，广施良米，救济灾民，德行昭著，誉满京城。特赐玉如意一柄，宝出头面一副，珍珠一垛，封沈家千金沈南枝为名仪县主。钦此。县主，我们南枝被封为县主了。天佑我沈南枝啊！如今你有了县主的身份，咱们沈家门楣大光，再也不怕你的婚事没着落了。恭喜县主，恭喜沈府！从今往后，我沈家也是有朝廷品级在身的门第了。且且。南枝，这些日子我在家闭门思过，真的想了许多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娘已经准备将宋灵儿送到庄子上去，必不会再碍你的眼，连她生下的那个孩子也会一并养在庄子上，以后过境出去，绝不会占了长子的名头。南枝，待我们成亲，你我生下的孩子才是宁安侯府唯一的嫡长子，只要你点头，我明日便备厚礼来沈家下聘，可好？如今你已是名义县主，身份尊贵，与宁安侯府正是门当户对。这一次，父亲和母亲想必绝不会再反对了。齐世子，你觉得我现在是县主了，就与你宁安侯府门当户对了？可我却认为，你配不上我。哟，这不是齐世子吗？平日里瞧着清高，没成想私下里竟这般能屈能伸。县主说的极是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庶长子都安排过继了，这份情深意切，真是让人消受不起。沈南枝，你在这装什么清高？你不愿意嫁我，不过是因为攀上了鹰王这颗高枝。你说嫁我就有庶长子，那你嫁给鹰王，不也是娶给别人当继母吗？齐世子，你疯了，竟敢非议鹰王殿下！你虽当了县主，却仍是商户出身。你以为鹰王真的会娶你？别做梦了，他那种身份，最多纳你为妾，你还妄想做正妃不成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，一个低贱的商户也想攀入皇家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我告诉你，沈南枝，除了我，整个京城再无人肯娶你。沈南枝，认清现实吧，你虽有县主之名，骨子里却还是个低贱商户。鹰王怎么可能娶你做正妃？他顶多是纳你做个妾室。齐世子这话虽然难听，但也是实话。沈贵妃受宠10年，不也因为出身被压在妃位，一直升不上去吗？商户女受商户2字桎梏，确实命苦。即便当了县主，想入皇家正室，难如登天啊！本王何曾说过要娶沈小姐为侧妻？宁安侯世子好大的口气，除了你，再无人肯娶沈小姐。你难道不知，他自与你退婚后，岸上的婚帖都快堆不下了，也不是人人都如宁安侯府一般有眼无珠。沈大小姐名门闺秀，贤良淑德，本王对她一见倾心，早已告知皇祖母与皇伯父，只要沈小姐点头，立刻便可赐下婚事，明媒正娶。可是沈南枝出身低贱，您贵为皇亲，怎会愿意娶她？您可能还不知道，她身子受损，不能生养。齐世子慎言，沈小姐是为了救你才伤了身子，你不但不懂感恩，反而以此要挟恩人。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也配袭承爵位？一个大男人如此作为，实在让人不齿。沈大小姐，珍珠一早闹着要来寻你，今日又要麻烦你了。娘亲，父王说今日带我们去百味楼吃实心的菊花宴，里面有菊花糕，还有菊花冻，猪猪想吃。好，我们去吃，因为百味楼就是我开的呀。
还有珍珠，不可以再叫我娘亲，日后你父王会给你找一个真正的娘亲，只有高门贵女才能做你的母亲。谁说的？本王刚才在大厅说的句句属实，我也向你双亲提了求娶之意，如今万事俱备，只等你点头。珍珠，你可喜欢沈小姐做你的娘亲？她就是珍珠的娘亲，珍珠只要她。可是大夫说过，我的身子受过寒，恐怕不好生养。本王不在乎这些，子嗣之事皆是天意，不可强求。何况我们已经有珍珠了，不是吗？你若愿意嫁我，成亲后，我便带你去我的江南封地，那里远离京城是非，你也可以把沈家的生意开到江南去，那里富庶，沈家的生意定能更上一层楼。其实沈家的生意早就做到江南去了，可看着他这副规划未来的模样，竟真让人不忍打断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氏男之德才兼备，封为英王正妃，则即日完婚，钦此。恭喜王妃，贵妃娘娘特意命奴才送来恩赏，说是给王妃添妆。哎，谁能想到沈家一介皇商出了一位贵妃，现在竟还要出一王妃了？2个月前，沈小姐还在宁安侯府门前被世子当众羞辱，说是商女低贱。如今倒好，转眼变成了高不可攀的英王正妻。那宁安侯府现在可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齐世子若是当时没犯浑，现在就是县主的夫婿，贵妃的侄女婿了。他居然为了个表妹放弃了沈小姐，还嫌人家出身低，活该！现在肠子悔青也来不及了。那个宋灵儿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早早就勾搭在处，出胎暗生，才母凭子贵进的门。听说当初侯夫人迎宋灵儿进门时，还让下人叫她世子夫人呢。宁安侯府也是真不挑，错把榆木当珍珠啊！大内的账还没还清，家里的产业都典当的差不多了，怎么还有外头店铺的账单？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启禀侯爷，这都是夫人和世子夫人在外面买东西赊下的账。如今到了月底，各大铺子的掌柜全在门口堵着，非要见您讨个说法。怎么可能花了这么多？这百味楼还有锦绣阁的账单是哪儿来的？以往我们去做衣裙、买首饰、吃饭，从来都没付过钱，为何现在突然冒出账单来了？这些刁民是想敲诈侯府吗？夫人，老奴问过了，那些掌柜的说，以前是因为沈小姐和世子定了亲，沈小姐发了话，如今这些银子自然是要收的，而且他们还拿了前2年的旧账，说是加起来一共3万两。3万两？掌柜的说了，1个月内若还不上，沈家就告到衙门去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侯府如何赖账。这个不要脸的，沈南芝这个没安好心的，他居然敢跟我要账！我要拿着这账单扔他脸上去！我要去沈家闹个天翻地覆！你给我闭嘴！沈家和我们家早就退了婚，你哪来这么大的脸去人家铺子上白拿东西？你还好意思找上门？你敢吗？她如今可是圣旨亲封的英王妃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？当初算计别人、拿捏别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有今天的下场？我不管你怎么花的，你卖也好，退也好，立刻把银子给我凑出来还回去。你那点蹄子银子不够，就拿你和宋灵儿自己的嫁妆去填，否则你就等着1个月后齐家成为全京城的笑柄。你若敢毁了宁安侯府最后一点名声，我就立刻休了你！天啊，沈南芝他怎么能这么狠的心？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我的家可是我攒了半辈子命根子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夫君，我真的我只是跟宠母亲一起去买东西，他说不要银子我才拿的。如今那些缎子都裁成了衣裙穿在身上，我怎么退回去啊？生儿，你想想办法啊！沈南芝以前那么喜欢你，对你言听计从，你去哄哄他，只要你肯低头说2句好话，咱们这3万两银子肯定就不用还了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！我不要脸！哼，当初是谁在成亲前就和灵儿勾搭在一起？是谁想方设法要在成亲当天给沈南芝一个下马威，好拿捏他？闯下这滔天祸事的是你，现在反倒说我不要脸。如果不是你先失信于他，他怎么会退婚？我们宁安侯府又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侯爷，房卖了，英王殿下特意跟全城的牙行都打了招呼，没人敢出高价，最后
这侯府的宅子比市价整整低了几千两银子才成交。咱们宁安侯府怎么能住在这种鬼地方？以后还怎么宴请那些官家夫人？我的脸往哪儿放啊？脸？你还有脸？你狗是你好儿子干出的丑事，我们宁安侯府怎么会败落至此？我告诉你们，日后若再敢惹出什么祸事，你们统统给我滚回老家去！小姐，自从赐婚圣旨下来，小郡主就跟长在咱们沈家似的。这不，王爷天天往咱们这儿跑，说是来接女儿。我看啊，心全在小姐身上。本王若是再不来，这英王府怕是要成空宅了。珍珠，你整日缠着南枝，倒让本王像个外人。猪猪就要和娘亲住在一起，再也不回王府了。既然珍珠不肯回，本王只能逼着钦天京把日子一改再改。南枝，等不了1个月后了，吉日定在下月初，你可准备好了？王爷这般心急，倒叫京城的人看了笑话。本王明媒正娶，谁敢笑话？本王一天也等不得了。1个月后，本王要明媒正娶，接你们娘俩回府。这场面比当初宁安侯府娶亲强了100倍不止。你替那侯府做甚？瞧，前面那处新开的南枝善坛，原先不就是侯府的大宅子吗？是英王妃把那宅子买下来安置灾民，还教他们手艺，真是积了大德了。嬷嬷，你看那2人，小姐，那是他们自作自受，丢了西瓜捡芝麻，如今连容身之所都没了。王爷，忙了一整日，累了吧？本王不累，看着这红绸，再看珠珠，本王只觉得这20几年的光景，总算在今日圆满了。只是这小家伙平时黏你也就罢了，今日竟也赖在喜床上不肯走。珠珠这是怕我这个新娘子跑了。王爷，有一件压在我心头许久的事，想在今日告诉你。你说，本王听着。齐家当初为了拿捏我，口口声声说我生养艰难，甚至咒我不孕。姑母在得知那些流言后，便秘密派了宫里最得力的太医来沈家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，当初洛水虽受了寒，但底子尚在。经过这2个月的细心调理，如今我的身子已经大好了。王爷，南枝定会为你，为咱们英王府诞下子嗣，日后咱们家定会子嗣兴旺，享尽天伦。这天下以后再无一人敢欺你。嫁过去这几日，可还适应？娘，一切都好。殿下，南枝这孩子从小性子烈，日后若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，还请殿下多担待。岳父言重，南枝很好。南枝，怎么了？别无事，只是侯府那边来了消息。小姐，这是侯府内线传来的，说宁安侯与世子近日密谋，翻出了当年沈家为世子打点官员的旧账册，准备动用御史台，以官商勾结贿赂百官、意图造反的罪名弹劾王爷和沈家。宁安侯府，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这账册臣妾知道，当年爹爹身为皇商，为齐圣疏通仕途，确有银两往来，私下是打点贿赂，但沈家账面全部报备为皇室采办，公务往来有朝廷备案记录，合规合法。可若是有人……账册已经被篡改了，所以他们才敢拿出来。王爷，臣妾在侯府安插眼线，原本只是为了未雨绸缪，不曾想竟派上了大用处。如今他们的计划已经暴露，我们还有时间布局。你想怎么做？他们要用账册来害我们，我们便先把真正的账册找出来，让他们的伪证不攻自破。好，本王这边去联络朝中御史，你这边尽快联系沈家账房，将历年真实账目整理清楚。臣妾明白。南枝，此事不会让你受委屈。王爷，臣妾从来不等别人替自己出头，
只是这一次有王爷在，臣妾放心。齐胜，你要想清楚，此事一旦败露，篡改官账、构陷宗亲，宁安侯府便是满门抄斩的下场。父亲，儿子知道，但父亲也清楚，如今侯府的处境债台高筑，爵位不稳，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。若再不反击，等待我们的同样是灭门之祸，不过早晚而已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这本旧账册是我们唯一的翻盘机会。原账册仅是我个人仕途私弊，无关大局，但只要稍改名目，绑定英王府，便能坐实他们官商勾结、结党营私的罪名。只要扳倒英王和沈家，侯府便能重回朝堂核心，绝处逢生。圣儿说的对，侯爷，沈南芝那个毒妇嫁进英王府，一路爬到王妃的位置，如今我们侯府却落魄至此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账册如何篡改，你可有把握做得天衣无缝？御史台那边是否彻底疏通，不会反水？父亲放心，儿子早已安排妥当，御史台那边也已疏通，只等父亲一声令下。去做吧。事成之后，侯府或可起死回生；若是败了，那便是齐家的命数。沈南芝，你以为嫁进了英王府便高枕无忧了？这一次，我看你如何脱身。王爷有话说。朝中陈御史以秘密宗谕配合，此人刚正不阿，铁面无私，是我们翻盘的关键。只需静待对方出手，便可当堂举证反击。好，沈家老账房已连夜核对所有原始账目，朝廷备案底单，明日一早便可送抵王府。南芝，你今晚不必熬夜，此事本王会安排人手处理。王爷，这趁臣妾比任何一路都清楚里面的门道，臣妾亲自来，更快也更稳妥。谢王爷。御史台的钱大人已经收了银子，奏折由他出面递呈，不会牵连到我们侯府。账册上的银两往来，儿子已经重新纸抄，将沈家当年为儿子打点官员的银两改成了英王与沈家官商勾结、贿赂百官的证据，字迹与原账册一模一样，看不出破绽。沈家当年那批银子本就是为了你的仕途上下打点，说是贿赂也不冤枉，如今不过是换个名头往英王身上栽罢了。正是，账册上的银两本就流向朝中官员，如今只需改动几处关键批注，便可坐实英王与沈家勾连之罪，任他们如何辩驳，都难以自证清白。哼，皇上虽封了沈南芝为县主，但县主又如何？一旦查实官商勾结，意图造反，再多的恩宠也是白搭，到时候看他如何收场。今夜便送去钱大人府上，让他尽快安排。是。这一次绝无退路。王妃，侯府昨夜行动频繁，齐生亲自出府，深夜去了御史台钱大人的宅子，前后待了将近1个时辰才离开。钱大人是个老狐狸，当年在朝中便是出了名的见钱眼开。宁安侯府既然已经出手，动的便是御史台这条线，走的是弹劾的路子。王爷，臣妾有一事须得与王爷说清楚。但沈家爹爹为齐胜打点官员，所有银两往来全部上报朝廷，归入皇商公务账目，是合规报备的开支，从未私藏，从未牵扯朝堂权臣结党，更与英王府没有半点关系。此事若被深挖，沈家最多落一个刑事逾矩、私相往来的小过，绝不构成官商勾结、意图谋逆的重罪。但齐胜篡改账目，将私人合规的往来改成王爷参与的结党贿赂，便是凭空捏造灭门大罪。本王知道。王爷早就知道，沈家能在京城经营数十年，靠的不只是本分，这些弯弯绕绕，本王娶你之前便已查清楚了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账册上的银子流向的是齐胜的仕途，与英王府毫无干系。宁安侯府要栽赃，便得证明这批银子与本王有直接牵连，而这一点他们做不到。他们篡改账册就是为了补上这个漏洞，只要我们拿出原始账册，证明账册被篡改，他们的伪证便不攻自破。更何况皇上亲赐县主封号，是认可了臣妾与沈家的清白忠正。宁安侯府若要弹劾，便是在打皇上的脸。正是，
所以这一局，他们从一开始便输了，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。王爷，账册被篡改的那部分，臣妾查过了，动的是银两流向的批注，将原本写着齐胜名下的收款人改成了英王府的到父母只管极细，若非对账极熟之人，极难察觉。能做到这一步，齐胜身边必有帮手，此人对沈家账目十分熟悉。当年经手这批账目的，除了沈家自己的账房，还有一个人，齐胜身边的幕僚。此人原本是沈家账房的学徒，后来被齐胜挖走，跟了他3年。此人现在何处？还在侯府，臣妾已让人盯着他了。南芝，你早就想到这一步了。臣妾在侯府安插眼线，不只是为了监视齐胜，也是为了防着这种事。只是没想到他们动手这么快。喝口茶，歇一歇。王爷，宁安侯府这盘棋，他们以为是在将我们的军，却不知道棋局从一开始便是我们布下的。殿下，王妃，昨夜钱大人已经将奏折正式递入御史台，按照惯例，今日早朝便会呈至御前。来了。比臣妾预计的早了半日。本王即刻入宫，按计划行事。臣妾这边也已准备妥当，账房先生今日会被秘密转移，绝不会让齐泽的人找到他。南芝，无论朝堂局势如何，本王定会护你周全，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臣妾信王爷，王爷保重。臣御史台钱某，今有要事启奏。臣查得英王府与沈家多年来官商勾结，以皇商之名行贿赂百官之祸，账册证据俱在，请皇上明察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在彻查期间，英王暂停朝务，沈家账目封存，待查明真相再行定夺。退朝。是。英王暂停朝务，沈家账目封存。父亲，第一步成了。早该如此，让沈南之也尝尝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英王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既然在朝堂上没有慌乱，便说明他早有准备。此事还没到收网的时候。父亲多虑了，账册已经送出，证据确凿，英王就算有准备，又能如何？南芝，今日朝堂上的事，本宫已经知道了。皇上虽下令彻查，但脸色并不好，你们可有应对之策？公母放心，臣妾早有准备，原始账册副本已经整理妥当，足以证明账册被人篡改，沈家与英王府的清白，臣妾有把握自证。可如今朝堂流言纷杂，拖延越久，对你越是不利。皇上心性多疑，最怕结党营私，须得尽快翻案。臣妾今日入宫，正是为此事，恳请姑母在太后娘娘面前进言，暂缓皇上定论，为我们留足举证彻查的时间，避免仓促定罪，无从辨别。好，此事本宫即刻去办，你放心。多谢姑母，你自己也要当心。宁安侯府既然敢出这一招，便说明他们已经孤注一掷，狗急跳墙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姑母放心，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棒。太后娘娘，英王妃自嫁入英王府，善唐施粥，救济百姓，连皇上都亲口称赞过。如今宁安侯府突然拿出一本账册，说英王与沈家官商勾结，意图谋反，实在令人生疑。哀家知道你的意思。英王是哀家亲手带大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哀家比谁都清楚。宁安侯府的这本账册，哀家不信。太后娘娘圣明。只是此事既然已经闹上朝堂，便要依规矩来。哀家会请皇上给英王几日时间，让他查明真相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是。宁安侯府当真是不知死活。王妃，老朽听说御史台已经呈了奏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丁先生不必担心，你手中这本原始账册便是我们最有力的证据，只要此账册在，宁安侯府的伪证便不攻自破。王妃，这本账册老朽保存了多年，从未示人，里面的每一笔银两往来都记得清清楚楚，绝无半点虚假。丁先生，如今形势紧迫，你和这本账册必须秘密转移，此地已不安全。丁先生，此事了结之后，沈家必不会亏待你。老朽明白，王妃放心。
世子，不好了！英王府的人今日秘密行动，将账房先生转移走了。属下的人去找，扑了个空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今日早朝之后，英王府动作极快，属下发现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见了。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会对账房先生下手，所以提前将人转移了。去查英王府的人把他藏在哪里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在他们拿出账册之前，把那个账房先生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英王，你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。宫里那边有皇祖母撑腰，皇上不会轻易定论。我们的时间足够，账房先生已经安置妥当。账房先生已经账籍也已拿到手，只等时机成熟，便可在朝堂上当众惩处。齐胜那边今日必然已经察觉账房先生被转移，他们下一步会怎么走？他们会慌，越慌便越容易露出破绽。我们只需稳住，等他们自乱阵脚。兰芝，今日辛苦了，早些歇息。王爷也切莫操劳过度，早日歇息。启禀陛下，英王与沈家官商勾结，贿赂官员，证据确凿，恳请陛下即刻定罪，肃清朝纲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，英王与沈家贿赂官员的账本并不属实，实为有人蓄意篡改，栽赃陷害。账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你竟敢妄言翻案，包庇徇私！钱大人不必急着呵斥，臣手中有新证据，可证原有账册被人蓄意涂改，账目漏洞刻意伪造，绝非原始记录。不仅如此，臣还查到近日有人暗中勾结，操控舆论，意图构陷宗亲。呈上来。陛下，臣入朝以来恪尽职守，分毫不敢懈怠。此次祸事来得蹊跷，连日来臣暗中亨查，发现多处人为篡改痕迹，绝非偶然。臣恳请陛下彻查此事，还臣清白，亦还朝堂公正。陛下，臣一心为公，绝无勾结徇私之事。臣御史空口无凭，肆意污蔑朝臣，恳请陛下明察。有无勾结，有帮查过便知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启动三司会审，彻查账目篡改、御史徇私、构陷宗亲一案，务必查得水落石出。侯爷世子，不好了！朝堂传来消息，陈御史当庭举证，揭穿账册篡改破绽，陛下下旨三司会斩，彻底重查此案。怎么会？昨日钱大人还传信来说一切顺利，只需施压便可定案。是沈南之，是他早有布局，故意放任我们步步紧逼，实则引我们入局，等着我们主动暴露破绽。英王与沈家贿赂一案疑点重重，奉陛下旨意三司会诊。今日当堂对质，所有证据人证逐一核阅，不得徇私舞弊，据实断案。钱某，你屡次英王奏与沈家官商勾结，贿赂官员，所持证据是否属实？回大人，旧年账册明细俱在，银两去向清晰可查，绝非臣凭空捏造。英王府与沈家利用职权官商勾结，贿赂官员，罪证确凿。大人明鉴，账册涂改痕迹极少，账目环环相扣，足以证明英王府贿赂朝中大臣。大胆狡辩！经三司御史台双重核验，你二人呈上的账关键账目归属备注均有人为篡改痕迹。原版账册朝廷皇商备案底单可证，当年款项齐胜私人仕途往来，皇室采办开支，与英王府毫无关联。你二人所持实为刻意伪造的栽赃伪证。大人，账册是否被人篡改，臣对此全然不知。账册封存多年，篡改之事绝非臣所为，定然是沈家伪造笔记、篡改账目，刻意构陷我侯府。还请大人明辨，莫要错怪好人。犬子所言属实，我侯府世代忠良，素来克于法度，从无徇私枉法、构陷宗亲之举。此次风波纯属无端牵连，还望陛下大人明察。空口无凭，辩驳无力，传关键人证上堂。站住！奉英王殿下密令，拘拿篡改官账、构陷宗亲案要犯。这便是你涂改账目、嫁祸英王府的铁证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敢狡辩？臣受齐胜指使，篡改账目，伪造证据，勾结钱大人。陛下，臣知罪。臣一时利欲熏心，鬼迷心窍，才犯下如此大错。一切皆是臣一人之作，与父亲无关。
恳请陛下开恩，饶恕宁安侯府上下。臣教子无方，管束不严，罪责难逃，甘愿领罚。经三司会审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案情水落石出，核验属实。宁安侯府世子齐胜蓄意篡改国税账册，构陷皇室宗亲，勾结朝廷命官，扰乱朝堂法制，数罪并罚。钱某徇私枉法，结党营私，罔顾国法，罪证确凿。传朕旨意，齐胜居心叵测，祸乱朝纲，即刻革除世子爵位，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钱某削职为民，抄没家产，终生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宁安侯教子无方，纵子作恶，狼子野心，罪无可恕。即刻革除全部官职俸禄，削爵除籍，废除一切世袭恩宠。臣谢陛下恩典。都结束了，南芝，这段日子辛苦你了。总算落幕了，悬了这么多日的心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以后不会再有这些糟心事了，余下的日子，我们一定可以安稳度日，岁岁平安。其实一路走来，我最庆幸不是赢了棋局，是每一步险棋都有你并肩同行。能陪你扛过所有风雨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。往后余生，无论前路风雨晴暖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